丫头啊，你这样……老夫人欲言又止，脸上有些担心。祖母，你这是心疼二爷了。哎呀，你这个丫头啊，胡说什么呢？祖母再老还不至于老糊涂，祖母这是担心啊，你把他给打了，对你会不会有什么麻烦？祖母你就放心吧，你孙女的本事大着呢，他们不过是过过嘴瘾罢了。真要是说出去啊，他们可没这个胆，毕竟他们可是要凭借我的关系立足的。哎，对了，丫头啊，快说说今日你怎么又升官了？这昨日不是才刚刚当了官吗？此时将军府外，陆清舟和柳清风好巧不巧的一起到了柳家门口。清舟，你怎么来了？瞧你这模样，想必是听到表妹升官的消息匆忙回来的吧？妹妹今日怕是又将群臣气得不轻吧？唉，幸好我自己没在场。只是妹妹究竟做了什么又升官了？这放眼整个天下，没有谁能够做到。妹妹……忽的一阵嘈杂声传来，柳清风压下思绪，目光看向了府内。你们放肆！我可是主子！你们这些贱奴，本老爷要杀了你们！贱奴，本少爷定要将你们打杀了！就这样，骂骂咧咧的三人组很快被赶到了门口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没看到府中的下人胆大包天吗？竟敢对主子无礼，赶紧将这些人打杀了！大哥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赶紧下令将他们都给打杀了！竟敢拿棍子打我们，这种欺主的东西定不能留！这两父子一前一后说的叫一个理所当然。不过柳清风根本就没理会他们两人，而是目光直接看向管家，眼神里带着压迫。禀少爷，这都是大小姐的吩咐，奴才只是按大小姐的吩咐办事。哼，得，听到这儿，柳清风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定是这几人眼红妹妹的荣宠，这才上门被赶了出来。既是大小姐所言，那就将门看好了，要是再让人进来，你们就等着被打杀吧。冷冷地留下这句话，柳清风抬脚便进了大门，看都没看柳二爷三个人。柳二爷几人见状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站在门口继续骂骂咧咧，连柳清风都一并骂。陆清舟看着眼前这三人，平静的眼眸中闪过了一抹冷意。柳大人的教养，难怪教不出好的儿女。嘲讽至极的话让柳二爷这才注意到了柳清舟的存在。原来是你！你究竟给了那野丫头什么好处，让她宁可胳膊肘往外拐，也不愿意提携我家生儿？柳大人污蔑人的本事当真是好，麻烦你污蔑人的时候打听打听绅士子的模样，空口白牙污蔑他人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冷言嘲讽不屑于这些人浪费时间。陆清舟说完这话，抬脚便进入柳府。你当官的事，你爹都告诉你了。陆清舟微微颔首，没有说话。既然你爹都告诉你了，那你应该知道，我的敌人很有可能是整个朝堂，你可怕。既然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得罪了朝堂，那他为何还要得罪？是因为有倚仗，还是别的什么？其实对于这样的处境，若说不怕或许有假，可……陆清舟眼眸微动，没有回应，倒是反问了一句：表妹又为何举荐于我？你需要这个机会。一语中的，陆清舟平静的眼眸忽的一震。人人都有野心，人人也都想手握权力，一展宏图之志。可正因为如此，才有更多的人不得志，从而另寻他法。表哥时常出现在各种才学比拼之地，不就是想要一个机会吗？荣登二甲前10，这样的才能已经很了不得了。只不过官吏制度如此，只能寻求别的机会。朝堂上的事我尚且不太清楚，但看着吴氏手中那本账目，自然不会干净。从那些乞丐口中得知，陆家名声尚且不错，家风也正，给他这样的机会，或许能够做出一番成就。表妹居然都知道，如此心思，若非掌权之人，又如何能够掌控这些？我这个表妹是真的不简单，在她面前，好似我所有的心思无处遁形。既然已被人戳破，陆清舟也没再隐瞒，直言开口：表妹，你说的不错，我的确想要一个机会，只是你真的不怕那些权臣？怕？我要是怕他们，我就不会入朝为官了。打倒敌人最厉害的招式，那一定是要比他们还有本事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柳清月将工部的差事仔细说了一番。等两人从书房出来时，已经到了申时了。夜晚如期降临，今日萧文景将毒药拿了过来，他必须要赶快将毒治好。
将所有药全都摆放在桌子上，柳青月便拿来事先准备好的蒸盘，根据毒药的浓烈程度，将药按照一定的比例倒在蒸盘上。做好这一步，柳青月又将锅放在炉子上，加上水，将蒸盘放入锅里面开始蒸。这一步才是刚刚开始，后面还有很多道工序。这个时候，外面传来了些许动静，有杀气。今夜又是谁这么不长眼？柳青月犀利的眼眸闪过了一抹杀意，唇角微微勾起。来了，那就全部留下吧。说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何人派你们来的？可谁知黑衣人却突然吐出了大口黑血，没了声息。死士？什么人居然用死士来对付我？目的又是为何？柳青月立刻抬眸看向四周，周边一片安静，什么都没有。王府，萧文景坐在书房内，目光看向桌上的几个大字，萧文景嘴唇呢喃：这背后的主子究竟是谁？声音才刚刚落下，外面却传来一阵动静，紧接着那抹熟悉的身影便出现在了书房。丫头，你怎么来了？萧文景的眼中闪过意外，手却很自然地拿东西将那几个字给遮盖住了。柳青月走进门，径直坐在最靠近书桌的位置，抬眸看向萧文景：我府里来了刺客。什么？这话让萧文景甚是惊恐，他当即站了起来，目光快速打量起了柳青月。你没事吧？这家伙性子不是那么冷吗？知道第一时间关心我。柳青月笑着摆了摆手，傲娇道：你看我像那种有事的人吗？那些人还不够我活动筋骨的。月儿，将军府守卫薄弱，我给你安排几个护卫。好啊，要是有会功夫的丫鬟，顺便来2个。白给的人为何不要？就像今日连个收拾院子的人都没有，更何况这是萧文景的人，用着也放心。这样的回答让萧文景微愣，随即脸上染上了笑意。月儿这性子真是古灵精怪，明日就给你安排过来。缓缓地坐下身子，萧文景这才询问起了黑衣人的来历。你可知那黑衣人是什么来历？莫不是朝中某个权贵？这2日丫头风头正盛，那些权贵难保不会在背后耍诈。那些黑衣人身手了得，身上有图案。那些人怎么会前往刘府？那些人为何要自杀丫头？因为萧文景的神色变化太过明显，柳青月察觉到了异常。那些是什么人？他敢肯定，萧文景能出现这样的神色，定然是知道那些黑衣人的身份的。你近日可有得罪什么人？那些人甚是狡猾，自从上次现身后再无踪迹。这倘若丫头没有得罪什么人，又怎么会招惹到那些人呢？如此倒是可以顺着这踪迹查找。萧文景的神色太过深沉，柳青月又不是傻子，他已经隐隐地感觉到萧文景似乎想要隐瞒什么。我近日得罪的人你还不知啊？除了那大梁人，就是朝堂上的人，这些人都有可能。说完这话，柳青月就静静观察着萧文景的神色。这家伙的表情似乎有些不太相信是那些人，这是为何？没错，在萧文景的心里，的确是不太相信这件事情会是那些人所为。毕竟柳青月和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利益冲突。拥有祥云图腾的人身份特殊，倘若是大周某个权贵得到，定不会让他们现身，不然容易引来皇家注意。至于那大梁使臣，虽然很有可疑，但那些人没有理由会被他们所驱使。如此，这又会是谁呢？你还没告诉我他们是什么人。当然，你要是骗我，那我们之间的关系……柳青月的语气有些冷，最后的话虽是没说完，但是威胁的意思很明显。我不允许欺瞒，当然也不接受为我好这样的废话。本王不准。萧文景起身走向柳青月，幽深的眸子里微微有些怒火。本王不告诉你，自有本王的难处。休要同我说那些借口，我有权知道这件事。你不告诉我，我自己查。这下柳青月好似真的生气了，说完转身便要走。月儿，闭嘴！柳青月现在不想听到萧文景说话。
明知道我不是普通女子，有自保能力，却还要隐瞒，难道我连想要我命的仇人是谁都不配知道吗？没想到丫头会这么生气。这件事非比寻常，不告诉她是为她好，难道也有错？萧文景一手拉着柳清月的右手，另外一只手本想去拉她左手，可谁知却出现了意外。那一双大手好巧不巧的就落在了柳清月胸前的那抹柔软上，空气如死一般的沉寂。两人神色同步一致，短暂的微愣后，一抹羞红快速爬上脸颊。萧文景是连做梦都想不到，自己居然会如此失礼，竟然只是那指尖传来的微妙触感让他勾魂摄魄。丫头的身子居然这样娇柔，这个家伙居然敢摸我这里！月儿，柳清月被这突如其来的低沉声音给震得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。萧文景似乎没给柳清月任何反应的机会，低沉的声音落下，顺着心底的那抹渴望，直接低头含住了那抹红唇。萧文景，你休要得寸进尺，我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亲吻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，只是目前我们的关系只仅限于亲吻，其他的还不是时候。月儿，你别生气了。我为什么生气你不是不知，最后一次机会说吧，这次他若再隐瞒，就真的不理他了。丫头不是金丝雀，不该被束缚。缓缓走向桌子，他伸手拿掉桌子上面的折子，几个大字赫然出现在了自己眼前。这便是那些人。柳清月看到上面的字，再听到萧文景的话，瞳孔一震。飞云铁骑，这和飞云令有什么关系啊？柳清月的变化，萧文景看在眼中，眼眸立刻深邃了起来。月儿，你知道飞云铁骑？飞云铁骑我不知道，但我听说过飞云令。你怎么知道飞云令？这是谁告诉你的？除了你，可还有其他人？看他这么严肃的神色，想来那东西及那些人很重要，只是不解飞云铁骑怎么会成为刺客。倘若他们两者间真的有关系，可令牌在我手里，谁又能驱动他们呢？还有，那飞云铁骑究竟是什么样的势力？柳清月心中有无数的疑问，但是她也明白，在这件事情尚未弄清楚之前，自己不能暴露。飞云令是练功时师父偶然提了一句，不知为何师父提到这几个字后神色有些凝重，什么也没解释，又忙活他的事了。这飞云令是何物啊？而听到这话的萧文景眉头微蹙，他也没有回应柳清月，又继续问了句：你师父是谁啊？月儿，这件事牵扯皇家，你要是知道什么，还是不要隐瞒的好。与皇家有关？那会不会犯事啊？知道萧文景很在意这问题，柳清月便认真的点头。我师父已经驾鹤西去，他说他姓轩，我师父他平日里沉默寡言，除了教我功夫识字时能多说几句话，其他时间几乎在房间打坐。我知道的就这些。除了隐瞒了飞云令一事，他说的都是实话。原主的师父平日里瞧着有些严肃，可是真的在教原主东西。原主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，练习的也格外刻苦，自然也很少打扰师父清修。现在看来，他师父的确不简单，居然同皇家扯上关系，那名字很有可能是假的。姓轩的道士怎么会知道飞云令？来人！想到这儿，萧文景突然出声。哦，柳清月眉头微挑，这家伙要作甚？主子，查，本王想知道伏虎山轩道长的一切。侍卫领命，转身退下。月儿，时辰不早了，你明日还要上朝，先回去休息。说完，屋子里便没了人影。那家伙去忙什么了？还什么都没问呢。唉，无奈摇了摇头。片刻停留，柳清月也离开了屋子。不知不觉间，柳清月走回到了院子。回到屋子里，柳清月躺在床上，可脑海中全都是有关飞云令的事儿。除了我，还有瑞世子知道飞云令，而那个人似乎知道飞云令是什么。今日的刺杀着实蹊跷，要说跟他没有关系，我还真是有些不相信。我三番两次羞辱大良人，
让他们颜面尽失，抬不起头，那些人真的能够忍住？而且萧文景是大周战神，即便这大周有人不利萧文景，那也不可能派飞云铁骑的人出来。牵扯到皇家，除非那人想要直接造反将其暴露，否则定不会派那些人出来。所以大梁人最有嫌疑，而瑞世子的嫌疑更重。隐藏在大周就是为了飞云令，只是为何能调动那些人，这就令人不解了。难不成瑞世子做了个假的？既是与皇家有关的势力，这令牌的真伪应该能够辨得出来吧？所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不能直接去找那瑞世子，万一今夜他只试探呢？原主当初就是因为令牌而死于非命，我若是询问，岂不是自报家门，说令牌还在自己身上吗？看来在这件事还未弄清楚之前，我不能轻举妄动。收敛心思，柳清月闭上双眼，开始入睡。夜安静又诡异。卯时，柳清月准时睁开双眼，院子外面已经有人在候着了。梳洗很快，柳清月穿戴整齐出了院子。只是在走到前院的时候，柳清月意外地看到了2道身影。祖母娘，你们怎么起来了？可是有哪里不适？哎，不是，月儿啊，今日是你第一日上朝，你千万要记住谨言慎行，有的时候言多必失，这一点你可听清楚了。祖母娘，你们就放心吧，我定少说话多看，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对于柳清月的回应，二人即便是怀疑，可是也只能相信，也不敢多耽误柳清月的时间，将柳清月送到门口，这才回府。陛下，这战事已了，天下太平，边境的大军及城外的大军，是不是可以考虑裁减一些？听到这话，柳清月抬眸看向那人，心下开始思虑起了这事儿。那些战士还会卸甲归田？几人的话，圣上还未开口，景王便先一步站了出来。父皇，此事儿臣认为不妥，那些大军尚且还需要镇守边城。景王，您有您的顾虑也是应该的，只是目前天下太平，且战士们离下数载，有谁又不想着回家呢？更何况因为这战事，国库一直吃紧，如今战事结束，也是时候裁减大军，减少国库的负担了。丞相的声音落下，大皇子荣王这时候也趁机站了出来。父皇，几位大人说的有理，这如今天下太平，那些将士为我大周冲锋陷阵，如今得以太平，也是该让他们卸甲归田，共享团圆盛世了。萧文景眸光深沉，不过他也并没有反驳，只坚持道：父皇，此事还请父皇三思，这大军不能裁。柳清月站在最后，看了看朝堂上的所有人，眸光幽深。这些人似乎想要拿掉萧文景手里的兵权呢。这战事胜利理应裁减大军，缩小支出，只不过这大梁的态度不清不楚，且又没安什么好心，有所防备也是应该的。柳清月眼眸微转，顿时有了主意，没有停留，直接上前。陛下，臣有异议。柳爱卿有何异议？不妨说出来让朕听听。陛下，臣认为他们的提议都没有错，错的无非是那银钱的事。倘若解决了银钱，那这件事便不是个事。哼，柳大人好大的口气，银两一事竟被你说得一文不值。那本大人倒是想知道你如何解决这20万大军的种种开销。户部尚书言辞犀利，有些鄙夷柳清月刚刚之举。哼，真是本事不大，口气不小，竟敢妄想议政军中大事，自不量力。敢问大人，下官要是能够解决这20万大军的所有开销，在有战事前不从国库支出1个铜板，那是不是可以不用裁减大军了？你休要同本官胡诌八扯。这战事平息，那些将士理应卸甲归田。我大周自建国以来一直如此。柳大人要是不懂这些，还是退下的好，莫要让人笑话了去。陛下，您要是将那些人都裁减了，可就没有一支能够抵抗100万大军的铁骑雄兵了。啊，可惜了。这要是趁着天下太平之际
用那新颖的战术好生操练一段时日，定能横扫天下的。柳爱卿，你说的话当真？回陛下，臣说的是事实。您就是给臣天大的胆子，臣都不敢欺瞒陛下。柳清月，你还说你不是欺君？这军政一事，岂能是你一女子所能妄议的？丞相的话音落下，三皇子也插了一嘴：父皇，这柳清月就是恃宠而骄，仗着父皇您的喜爱而大放厥词。父皇，二哥战功赫赫，屡战屡胜，即便是如此，他都不敢说出这等大话。父皇，求您治柳清月的罪。随着三皇子的声音落下，大皇子、四皇子几人也都纷纷站了出来，认同三皇子所言。他们纷纷都要为柳清月定罪。景王看着眼前不利于柳清月的局势，心下也很是着急。月儿说的那些话，对于一个帝王而言，那是有着极致吸引力的。父皇心里定然会好奇月儿刚才那话。这柳家丫头，即便是胆大包天，也不敢拿整个柳家来欺君。心思翻转，圣上知道。柳爱卿，你说的是何法子？这景王尚且都不能做到的事，你又为何这般笃定？回陛下，这法子臣不便当众解说，只不过这法子臣的大哥会，且短短数日已经有所成效。这野丫头好大的胆呐，居然借着公事谋私。昨日引荐他的表哥入朝为官，今日更是明目张胆的引荐自己的大哥，当真是狼子野心，好大的胆呐！但有人都还没有来得及开口，就听到了圣上的声音：来人，传柳家嫡长子。等待的时间那一定是些许漫长的，不过很快在圣上的声音里又开始了今日的朝会。不过一炷香的时间，朝臣们便禀完了所有事情。而这时柳清风也来到了朝堂。臣见过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圣上微微抬手，柳清风恭敬起身。柳爱卿，听你妹妹说，你手中有可以提升将士能力的法子，这可是真的？法子？能够提升将士能力的法子？什么时候有这种东西了？果然是妹妹说了什么，难怪这些人神色古怪。大哥，这件事我已经告诉陛下了。你手中不是有那些训练的法子吗？那些东西可以让我大周将士所向披靡，横扫天下。我瞧着你的功夫比以前又精进了不少。柳清月说的无心，说到最后一句时，好似想到什么，随即又立刻看向圣上，恭敬道：陛下，不若您挑几个功夫不错的武官试试我大哥的功夫，如此也好看看臣说的是不是实话。我哥的功夫本就了得，只不过没有机会在圣上面前展示。今日户部尚书倒是给了这个机会。我的那些法子那可是结合了华夏5000年战士的结晶，以集团兵作战的方式，将整个军团的力量发挥到最大，在没有热武器的加持下，同样可以横扫天下。当然这只是时间问题，更何况在这件事上我还有王牌。柳清风稳了稳心神，不知道妹妹为何这么说，也更不知道她要做什么，但是她很明白，此时她能做的唯有配合自己妹妹，否则那就真的是欺君了。赵统领，不妨你同刘小将军试试。被点名的赵统领站在靠前的位置，听到圣令，站出来恭敬领命。二人各站一位，赤手空拳，在公公的指令声中，两人之间的比试便正式开始了。赵统领先发制人，一个箭步冲向柳清风。萧文景看着柳清风，眼眸深邃。柳清风的身手的确有所不同，这凌厉的速度和力量，显然和那丫头同出一脉。看来，那丫头是真的有训练士兵的法子，而且那法子很有可能正是丫头自己的，亦或是她那个宣道长的。力量还是不行，要是力量足够，刚才那一拳足够那赵统领裹着纱布来上朝。转眼不过一盏茶的功夫，赵统领直接被打趴在地上，而柳清风的衣裳也只是微微凌乱罢了。大哥就是厉害，妹妹知道你厉害，只是没想到你比赵统领还厉害。要不是知道妹妹的身手，还真要以为自己厉害了。赵统领今日得罪了，众人都瞧着的，您切莫放在心上。柳大人，今日不过是切磋武艺罢了。刚才我赵统领，你今日莫不是身子有些不适？方才我瞧着你的招式，不是先前那般利索。这刘小将军的功夫倒也不错，今日倒是让我等开了眼呐。
柳清风、柳清月，你们2人随景王留下，其他人退朝。数位重臣和除了景王以外的皇子听到这话，神色都暗沉了下来。但此时他们也不便开口说什么，只能恭送陛下。柳清风，你当真有什么练兵的法子？圣上前脚刚走，后脚便听到了大皇子的声音。柳清月才不惯着呢，直接插了一嘴：殿下，你莫不是刚才不在场，没听到下官的话吗？而大皇子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又暗沉了几分，冷眼盯着柳清月片刻，许是不便当众发作，气得甩袖离去。丞相几人收回目光，也同样气愤离去。而在这个关系复杂的皇宫，前朝的变化引来了后宫的注意。等柳清月从陛下那里出来，给本宫把人请过来。哼，那个丫头倒真是好本事，居然凭着自己的本事成了朝廷命官，为陛下办事，倒是小瞧了她了。宫女听令，匆匆转身离去。何贵妃看着镜中的自己，眼里全都是笑意。那丫头可真是有本事啊，她的脸的确变得滑嫩许多呢。当柳清风和柳清月从御书房出来时，2人脸上均带着轻松。大哥，按照我先前给你的法子好好练兵，其他的我自会想办法。妹妹你放心，这件事大哥定尽心完成。妹妹这是遇到了一个好道长，居然教会她这么多本领，我这个当大哥的定不能让妹妹失望。一路上2人小声说着话，忽然有个宫女朝他们走来，2人便停下了声音。柳小姐，不知道您此时可有空？我们娘娘有请。既是娘娘有请，臣怎能拒绝？前面带路吧。看着妹妹离去的背影，柳清风的眸光难得平静了下来。对上陛下月儿都能全身而退，如今只是贵妃而已，想来定不会有事。另外一边，柳清风前脚刚出皇宫，后脚一道圣旨便离开皇宫，径直去了柳家。哎呦，莫不是我们柳家又有人升官了？很快，在公公的宣读下，刘老夫人就知道了圣旨内容，同时也露出了激动且又不可置信的神色。天哪，我的好孙子风儿竟然成了陛下的亲卫军，3品右骁卫将军啊！这直升3阶，此等荣耀，我们柳家莫不是祖上冒了青烟？不只是柳家人震惊，就是那些前来打探情况的探子，也个个露出了惊恐的神色。这柳家是要飞黄腾达了？小姐，柳家大喜啊！丫鬟的话让正在写字的穆婉婉顿时一惊。大喜？什么喜？穆婉婉神色有些紧张，以至于袖子下的手都是紧紧地攥着。这丫鬟是穆婉婉身边的贴身大丫鬟，从小便待在小姐左右，看到小姐这反应，自然知道她这是误会她的意思了，于是便赶紧开口解释。小姐，柳公子他升官了，陛下亲封他为右骁卫大将军。柳公子怎么会突然升官？你可知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丫鬟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知，只知道他收到消息就立刻来回禀了。这2日柳家可谓是喜事连连，先是那柳小姐得陛下青睐，入朝成了女官，后又凭借着自己的本事再次升官，当真是让不少人羡慕。今日那柳公子更是成为陛下的近臣，这可是泼天的富贵呀！这柳家是真的要立起来了，那自家小姐岂不是？哎，忽然想到这一茬，丫鬟赶紧补充了句：小姐，这柳公子如今的身份倒是与我们墨家门当户对，老爷和夫人听到这时，会不会重新商议你和那柳公子的婚事呢？听着丫鬟这不知羞的话，穆婉婉瞬间羞红了脸。她爹娘真的会与柳家重新结亲吗？心虽是有期待，可却有些不踏实。忽的，穆婉婉想到了什么，匆匆走进里间，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香囊，先是小心地看了看外面，然后道：小翠，这东西你……小姐，这是你亲手为柳公子做的东西，你还是亲自送到他手上吧。正巧那柳小姐说过，柳公子还有东西送您，奴婢可不想这么没眼力劲儿。穆婉婉都要被嘴巴没个把门的丫鬟给羞死了，无奈之下只得让丫鬟退下，自己坐在屋子里发呆。此刻柳清月正在贵妃的宫里，但因为一个人的到来，气氛有些诡异。柳清月，
你倒真是好大的本事啊！凭一己之力得罪了满朝文武，给表哥招来敌对，你是何居心？何嫣然是何贵妃的亲侄女儿。这位是鲁国公府小姐对吧？你直呼本官名讳，又故意捏造事实。你身为国公府小姐，难道这就是你国公府小姐的教养？柳清月一身官威，说起话来也是毫不客气。敢给我穿小鞋，那我便让你没鞋穿。放肆！你小小的七品官，竟然敢指责本小姐做事，姑母！娘娘，臣乃陛下亲封的7品朝廷命官，何小姐身无官职，也并非皇家公主，肆意直呼本官名讳，又肆意捏造其他。娘娘身为贵妃，定是懂得我朝律令。姑母，这个贱人嚣张跋扈，根本没有将你……住口！姑母，这是在说我？柳清月是朝廷命官，你只是一世家贵女，礼仪有失。你回去好好面壁思过，抄写家规。这丫头是被哥嫂惯坏了，这要是被有心人抓住把柄，又当如何？贵妃的话令何嫣然倍感惊诧，甚至是不甘，同时心中又涌出了一股浓烈的危机感，好似下一刻自己的姑母会离自己远去。她直接扑在了贵妃脚边，大声的喊冤：姑母，瑶儿这是为了您和表哥好啊！这个贱人口无遮拦，在朝中树敌，还不快将人带走！得，一声令下，嬷嬷和宫女赶忙上前，用力将表小姐给拖出大殿。哼，如此，你可满意了？娘娘，您这话臣就听不懂了。何小姐言行有失，臣不过是看在未来一家人的面子上，惩戒她做事而已。如今景王还在风头，表小姐更要严以律己才对，莫要给您和景王殿下招惹麻烦。柳清月，你口口声声说别人的不是，可要看看你自己的行为。你在朝堂上树敌无数，难道就不是给本宫和景王招惹麻烦吗？娘娘，您这话又不对了，并非是我招惹他们，而是他们非要招惹我。哦，这话让贵妃眼眸微动，显然有些没明白柳清月的话是什么意思。正要开口，柳清月又继续道：娘娘，你我都是同景王有联系的人，有些话我也不拐弯抹角了。景王本就锋芒，他的存在本就是一些人的眼中钉而已，多的是不想让他好过的人。柳清月，你放肆！这丫头竟敢说出这话，当真是狂妄！娘娘莫要动怒，臣的话还没有说完。景王文武双全，品性出众，又得陛下恩宠，如此先决条件，他的存在本就是一种麻烦。哼，娘娘，臣的存在正好吸引了那些人的目光。柳清月的声音和贵妃的声音一同响起，气势更加凌厉的话说完，贵妃也变了脸色。他这话是何意？萧文景这是遇到了一个好母亲，虽是贵妃，家族显赫，却从来不争不抢，凭借自己的秀兰慧心，游刃于皇后与秦贵妃之间，保存实力。即便是有圣上恩宠，也是从不张扬跋扈，只为景王默默守护这一方净土。娘娘，您是聪明人，能在这后宫盛宠不衰，一定有着您的手段。不过我柳清月也非普通女子，能够入朝为官，入了陛下的眼，那便是我的能耐。我不屑与人为敌，但别人不让我好过，那我又怎会让自己受委屈？说完，柳清月便借口有事处理，人便潇洒离开。柳小姐，皇后娘娘有请。抱歉公公，本官今日不得空，还是改日吧。开什么玩笑啊，她又不傻，不管皇后娘娘找她做什么，她这才刚从贵妃那里出来，走入皇后的宫里，不能让人产生怀疑。柳小姐这是要拒绝皇后娘娘的命令？本官倒是不知皇后娘娘的话能够大得过陛下。放肆！你休要胡说八道，皇后娘娘不过是情……少用你们后宫那仗势欺人的蠢话来绑架本官。本官得陛下指令，要前去办差，敢用这种口吻逼迫本官做事，莫不是只有皇后才是后宫的主人？柳清月说话是一点儿也不客气，声音之大，让周边的侍卫全都听到了。而公公此时早已被吓傻，战战兢兢地站在那里，目光惶恐地看向四周，只恨不得赶紧离开。这个贱人当真是伶牙俐齿，竟被他倒打一耙。隐着不甘，公公只好悻悻离去。凤仪宫，皇后派出去的人匆匆回到宫殿，
将柳清月拒绝一事添油加醋的给说了出来。该死的贱人，竟敢诓骗他流落农家，甚至让全京城的人都被蒙蔽。这才刚踏入朝堂，就不将我这个皇后放在眼里，当真是好大的能耐。既然如此，那别怪本宫对你不客气。这边，柳清月一路畅通无阻地走到了皇宫门口。刚刚走出皇宫大门，就看到了景王的马车。立刻，那武阳朝他走了过来。柳小姐，我们主子有请。柳清月微微点头，抬脚便走向那辆马车。正好他还有昨夜之事要询问。有事找我？一上马车，柳清月在萧文景身旁的位置坐下，问出这话，很自然地拿起了一块糕点，直接咬下，丝毫没将自己当成外人。萧文景看着这样的柳清月，看到他那小嘴一张一合，忽然间便有股燥热。昨夜那美好的回忆好似不受控制一般霸占整个脑海。柳清月察觉到某人那古怪的神色，微微抬眸，正好就触碰到了那抹滚烫的眼神。忽的一只大手伸出，腰间用力撞入了那抹结实的胸膛。你跨越万水千山，只一眼便似万年。柔软的双唇准确无误地落在柳清月的双唇上，一瞬间浓郁的情欲上涌，萧文景开始了掠夺。一开始还笨拙的亲吻，好似逐渐变得熟练了起来，随而便也灼热大胆了起来。这家伙居然有！柳清月只觉得有些羞耻，用力将萧文景推开，别过脸去，斥责道：你别过分了。该死，怎么忘了同父皇说大婚一事了？在丫头面前，自控力是愈发的溃败了。想要大婚，只要大婚，丫头便是我的人了。月儿真是羞怯了。给我正经点，昨夜的事你还没告诉我呢。知道自己此时脸颊泛红，柳清月便赶紧提起这事儿。一来是自己本就想了解，二来嘛，方便某人转移注意力。真是没出息，被某个大尾巴狼摸了胸，居然羞成这副模样。我的心理素质什么时候这么低了？果然，这情才是最不好抵御的阻碍。月儿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与我皇家有关。你可是话还没说完，柳清月的目光就冷冷地投了过来。他也没说话，就这么静静地盯着萧文景。那些黑衣人很有可能是飞云铁骑的人，而飞云铁骑曾经是祖父召集来的江湖人士，那些人功夫很强，力挽狂澜，将我大周推向了今日的盛况。只不过那些人最后全部归隐了江湖，不知下落，更不知如何联系。萧文景简单地将这话给说了出来。这调动大军不是有什么虎符令牌什么的，那些黑衣人现世会不会是凭借那东西调遣？问出这话的时候，柳清月努力让自己神色看起来很自然。师父怎么会有飞云令？而且那东西在我手上，那些黑衣人又是听谁差遣？你说的不错，这调遣飞云铁骑的确是有一信物，我只知道有一枚令牌可以调遣，只不过在那场战事之后，那令牌便不再出现过，而我的祖父也不曾提起过那东西。方才在宫里，正是因为昨日之事，跟父皇密聊了一会儿。通过父皇的回忆以及那些典籍记载，有两人有些可疑，一个是在封地的宁王，另一个则是游山玩水的宣王。那两人是我的皇叔，而且都是祖父在驾崩之后不久离开了皇城。这两人，一人是奉命离开，而另一人则是无心权势，自愿离开。至于这宣道长是什么人，只有等查证之后便知分晓。那个令牌应该是我手中的那个吧？只是令牌在我手里，那些黑衣人又为何会出现呢？那些人是假的，还是那飞云铁骑内部出了什么事？哎呀，那个老头为何不将这件事说明白？至少说说在哪里可以寻到那些人也成啊！总不可能带着这令牌照要过世吧？哎呀，烦死了！要到哪里去查？没有网络，没有高科技，就靠一双眼吗？就在柳清月心下吐槽之际，耳边传来了萧文景的声音：“月儿，你怎么了？”没什么，就是觉着那些黑衣人的身份会不会作假？本该是你们皇家的东西，若非有人盗取，又怎么可能落在旁人之手？月儿，你师父的模样可记得？你且说来听听。他说着，从马车上的小匣子里拿出了文房四宝。哦，柳清月立刻明白过来了，这是想知道师父的身份。
其实我也想知道那道长的身份。明明大周有人，却又让原主来解决大周2年后的危机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于是柳青月也没有隐瞒，他将记忆中宣道长的模样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直到看到成像，柳青月不禁被萧文景的画工所震撼到，画的与真人有9分像，要不是知道萧文景是如何画出来的，都要以为萧文景是照着人画的，真像。这人瞧着为何有些眼熟？你怎么了？难不成你认识我师父？我只是瞧着此人面相有些奇特，会不会有修饰容颜？二人心思各异，便也没再说什么。临下车之前，柳青月将自己酒楼明日要开业的消息告诉给了萧文景，大力邀请他前来试吃。萧文景点头应下。今日的京城甚是喧闹，直到下午，另外一道消息的出现，将喧闹的京城推向了顶峰。柳家女柳青月被圣上赐为景王正妃。与此同时，驿站大梁使臣今日难得有些安静，可因为刘府的2道圣旨，在平静的大梁使臣之间也有了动静。皇兄，这大周陛下将那个贱人赐给了景王，我该怎么办啊？玲珑公主语气震怒。皇妹莫要动怒，不过是一道圣旨而已，这日子还长，你怎么就能知道那景王妃的位置不是你的？皇兄，他要是不死，我怎么可能有机会？皇妹，那个贱人的确古怪，但我们更不能轻举妄动。但是对于五皇子的顾虑，玲珑公主可管不了那么多。自己最中意的男人要娶他人为妻，而那位置本该是属于他的，心里不甘又听不进劝，玲珑公主气呼呼地离开了屋子。瑞世子，先前你说有法子可以挫挫大周国的锐气，这都过了1天了，可寻到了？回殿下，那法子臣已寻到，不过臣还是建议殿下看过后再做定夺。这法子有些凶险，要是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，定是不能轻易拿出来的。祁红又听到这话，有些诧异，不过他也没多问，便点头要去瞧瞧。之后的二人一身小厮装扮离开了医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并来说。说着便抬脚直接走向屋子，那副随意的模样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是他的院子呢。屋子里烛火昏暗，许是有风吹拂，烛火微微摇曳。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柳青月倒下茶水，先一步询问。萧文景端过茶水，拿到嘴边，微微吹动上面的浮叶，轻轻地抿下一口，这才开口道：您的师父是我的皇叔。柳青月被茶水呛得脸色通红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缓了下来。我师父是你皇叔？你确定？柳青月不可置信，一停下来就当即询问：那个老头怎么会是一国王爷？看他的模样，哪里像个身份高贵的王爷了？且不说身边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，就是钱财都比敛干净。记忆中那老头可是恨不得将1文钱掰开了花，买1斤肉那都是要吃上5天呢。那样的人会是一国皇叔？是，那人是我的皇叔宣王，父皇他不会认错。时隔多年，他或许会认错，可是他父皇不会。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他那皇叔竟会过得如此清贫，竟然会成为一名道士。原主的师父是皇家人，那枚令牌又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还有最后的嘱托，明明他有这样的关系，明明他身份贵重，为何偏偏将那东西和使命托付给我？是他不信任当朝陛下，还是他们之间有仇？亦或者是他是个坏人，最后从善了？唉，柳青月只觉得脑袋嗡嗡直响，他实在是有点难以平静下来，但又不想被萧文景看出端倪，勉强地挤出一丝恍然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他看着总是冷冷的。你可知你师父有几个徒弟？可有瞧见过那玄铁令牌？我认识我师父的时候，他就只有我这一个徒弟。至于那令牌，我没见过。对了，我师父他明明是皇家人，为何好好的王爷不做，非要做一个道士啊？此刻柳青月选择了隐瞒，趁机还抛出疑问：不知道宣王和皇家之间的关系，更不知道那宣王为何选择浪迹天涯，也更不清楚为何师父没将令牌交给皇室，而是交给了我这个外人。保险起见，只有选择隐瞒。